漂亮，完完整整。哎呀，棒！安徽砀山挖出乾隆第一宠妃香妃墓。当时打开棺材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都闻到香味了，那个几百米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。那个香味大家介绍呢是喷鼻的香味。一具在地下埋葬300年的清代不腐女尸，不但尸身不腐，还散发出扑鼻的香味，而且还身穿衣品，五官朝服下葬。专家查阅当地史料，没有任何记载。身带致命伤口，尸体却被精心保存。为什么女尸身上会有这么多的不解谜团？她究竟是不是乾隆的第一宠妃香妃呢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香妃墓之谜下集。2001年3月，砀山女尸的出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其中呼声最大的就是这具女尸是不是传说中的香妃。传说香妃是乾隆皇帝的一位维吾尔族妃子，因为自幼体有奇香，故被称为香妃。然而有关香妃的故事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传说，史料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。人们为什么怀疑这具女尸就是香妃呢？据说当时呢扒出来的时候，那种棺木刚一打开的时候，那种香味扑鼻。难道仅凭女尸身上有香味就判断她是香妃吗？然而关于这具女尸就是香妃的说法其实还另有原因。因为那个尸体上面它这个尾部那个地方，现在尸体上还可以看到有这么长的一个尾部，我们正常人是没有的，但是它有。但是传说中的香妃呢，它是有这么一个香囊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当专家翻开女尸的背部，的确发现了这个奇怪的东西，难道这真的会是香囊吗？然而还不等专家猜测，医学专家给出了权威的答案。从我们解剖的和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，那就是一段脱出的直肠黏膜。看来有关香妃是否有一个香囊的说法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为了能更直观地欣赏这位来自300年前的美丽女子，专家决定对她的生前样貌进行还原。1972年，考古专家曾在长沙的马王堆出土一具汉代女尸。马王堆女尸一经出土就轰动全世界，因为它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一具尸尸。专家把它视若珍宝，为了让世人看到她生前的真实样貌，专家为她进行了面相复原。根据目击者们的描述，砀山女尸出土时保存的新鲜和完好程度应该不在马王堆女尸之下。遗憾的是，由于事发突然，女尸没有及时得到有效的保护，如今再看女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。此时她的面相复原将如何进行呢？因为现在我们拍这个照片呢，实际上是第一手资料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实时的尸体上去做还原，所以要根据这个照片，包括它正面呐、侧面呐、顶部啊，所需要的吧，啊，包括这因为侧面我们主要是研究它这个鼻骨啊和另外这个鼻型，高矮的情况，这些资料是必不可少的。确定了女尸的第一手资料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提取尸体面部的五官比例特征。随着鼠标的移动，眼前出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子，就连见多识广的专家看到这一幕都被震撼到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猜测女子的死因和身份是不是跟她的美貌有关。这个奇怪的 T 字形伤口是当初医学专家对女尸进行清理保护时发现的。如果这个伤口是有人在她生前所为，绝对是可以致人丧命的。而且死者本人应该没有做出太大的反抗，甚至都没有反抗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美貌女子心甘情愿被人夺取性命呢？就在这时，女尸身上一个奇怪的特征让专家们大吃一惊。为什么女尸的胸部早已坍塌，而腹部却依然隆起呢？女尸的腹中难道真会藏有一个胎儿？这种猜测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，也是下了一番的功夫进行研究。很大的一个怀疑呢，就觉得是不是里头会有一个胎儿，就说这个女尸是不是有身孕。安徽砀山挖出乾隆第一宠妃香妃墓，通过对这具女尸进行深入的研究，专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：女尸的胸部早已塌陷，
腹部竟然是隆起的。按照正常情况来讲，人的胸部有骨骼支撑，在仰卧时应该高于腹部才对，除非此人特别肥胖，腹部有大量的脂肪堆积，要么就是一位身怀六甲、大腹便便的孕妇。很显然，女尸并不属于前者。难道女尸生前真的怀有身孕？而女尸身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难解之谜，全都是因为她的腹中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然而，有关这种猜测，竟然和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不谋而合。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啊，六下江南在我们砀山有个盘龙集，在那地方有他一个行宫。我们砀山的县令当时为了讨好这个乾隆皇帝呢，就给他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子来陪他，在这小住几天。如果这具女尸真的是一位曾经被皇帝宠幸过的女子，并且身怀龙子，为什么没有被接进宫中享受荣华富贵呢？反而腹揣胎儿神秘死去，并且颈部还带个足以致命的伤口呢？当地的传说中也给出了答案。宫廷里边，皇后知道了，她怀上龙种了，以后是不是要危及到她的地位？所以这是一个传说。所以呢，这个皇后呢就派人秘密的把她杀害了。杀害了以后，就皇帝后来知道以后非常痛惜，非常惋惜，就给他下令秘密的给他厚葬。这个凄婉的传说究竟是人们的杜撰，还是当地确有过这样一段往事呢？然而，有关这个传说的真实性，我们目前已经无从考证。眼下要想揭开女尸身上更多的不解谜团，就要对其进行解剖。为了尽量保护女尸的外观，专家决定以女尸肚子上的这道褶皱作为解剖的切口。她的腹中到底有没有胎儿呢？这个隆起应该还是女性的正常的脊柱形成的隆起，腰椎它向前凸，那形成这个隆起。原来女尸腹部之所以隆起，就是因为腰椎前凸的弧度较大，看起来就像是怀孕的样子。至此，女尸身怀有孕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了。说她因乾隆皇帝宠幸而怀孕被杀的传言也不攻自破。那她身穿一品武官朝服下葬，又该怎么解释呢？为此，我们找到了知秀文物专家，通过对这件朝服的纹样工艺特色以及装饰方法的辨别，专家发现这件朝服竟是雍正时期典型的装饰方法。要知道，雍正时期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，可是一具在地下埋葬了300年的尸体，为什么还依旧保存的如此完好呢？事实上，根本原因在于它的葬法和葬具。首先，女尸使用的棺材是用金丝楠木制成的，在棺材最外层又用桐油浸泡，棺和椁之间还填满了一种可以防水的白膏泥。这样的设计使棺材的密封效果非常好。最后，女子在躺在棺内，身下又垫有几层具有防腐作用的中药材，与外界完全隔绝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棺内的氧气很快被耗尽，就形成了真空的状态。细菌在这一环境中根本没有办法生存。不久之后，尸体的一切变化也都停止了。就在我们刚为搞清楚女尸所处的年代而感到兴奋不已时，专家又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。女尸的服装竟然与皇室毫无关系。通过对这件服饰的研究，专家发现女尸衣服上的龙形图案根本不能叫做龙，而且这种服装也不是男人的官服，而是女人的霞帔。专家猜测，女尸生前很有可能是一位诰命夫人。不久后，专家通过清代霞帔实物也证实了这一点。所谓诰命夫人，指的就是封建社会受过皇帝封号的妇女，通常是高级官员的母亲或者是妻子，而凤冠霞帔就是显示这一身份的正式装束。至此，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终于被揭开，而关于女尸是香妃的说法也不攻自破。那女尸脖子上的梯形伤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对此，专家也给出了解释。这道伤口其实是施工工人开棺后故意造成的。当时工人们将棺内宝贝哄抢一空后，就将女尸弃尸荒野了。然而到了晚上，没抢到宝贝的工人心有不甘，再一次来到现场，试图寻找最后的宝物。然而此时棺内已是空空如也，他们就将目标放在了女尸的口中。他们先是撬开了女尸的嘴巴，发现没有宝物后，又割开了女尸的喉咙。
殊不知他们正在凌辱的正是他们先人的遗体。就这样，痛苦与惊愕的表情永远凝固在了女尸的脸上。您对这具来自300年前的女尸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